校园发生了老师跟小6学生的冲突。一名小6的男生拿这个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叫乐乐棒就是这个很像棒球，可是它外头是软的有海绵，可是里头其实是塑胶还蛮硬的。我刚打了一下如果你真的很用力打，的确会受伤一名小6男童就拿着这个乐乐棒球棒去打了一名男老师的腿，应该是大腿结果老师很生气就报案了报案了。警方进入校园带走男童，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来看看。台中校园接连发生管教问题，前一天老师报警抓走学生事件，卢秀燕为一开始的发言道歉了。今天的话说，这个老师是不是适任？我觉得我讲的太快了，太早下结论我必须向这位老师致歉。卢秀燕脸书被灌爆，有不少愤怒的表情符号。有民众说，为什么学生打老师，结果老师被处罚？学生道歉，老师一定要原谅，不原谅就是坏的示范吗？还有网友说，他是第一线的教师，现行教育法规保护学生，老师长期在校园中处于劣势。卢秀燕为誓言道歉，但是也说需要加强法律观念。孩子们在当下不是现行犯，而且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必须要有他的法定监护人那或者是家长要陪同才可以，否则就是违法。接连校园管教事件让老师感叹，很多家长跟学生认为，我们都道歉了，还要怎样？管教太严会被投诉，越来越多的老师看着学生越走越偏，也没有勇气拉他一把了。好，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已经上升到政治风波了。卢秀燕市长是在市议会被质询的时候，你看到这张图，有议员这是国民党籍的议员李忠，是拿出这个乐乐棒来质询卢妈妈卢市长。因为身为一个妈妈市长，她第一时间的反应就说：“这个教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打电话报警，叫这个警察来把小朋友抓走？而且小6才12岁所以她第一时间的确，卢秀燕是脱口说这个教师不适任。可是你就可以看到排山倒海来的一些压力一些指责包括全教总就说你这个卢市长的说法不 OK 你要赶快收回，因为会有寒蝉效应。现在学生已经很难教了，你叫老师情何以堪？所以你看到卢市长今天很快的就出来道歉了，他说我应该要先了解前因后果。这件事情是个特例，观众朋友必须了解，是今年3月的小6学生，现在今天已经12月2号了，早都上国中了。那为什么这2天才被牵扯出来？因为家长跟老师还没和解，还在坚持啦。这个事情其实后来少年法庭没有处理了，可是家长对这个老师非常不满，原因是在3月的时候发生的，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纠举这个学生，学生不服，后来他们彼此有肢体冲突。观众朋友，小6学生也长得很嘛，都抽用了啦，也是很大了，对。然后呢，回家以后，家长训练小朋友第2天要跟老师道歉，老师就是生辅组长，也是体育老师。然后呢，道歉过程中，老师觉得他没诚意，打电话叫警察了。第2天所以目前按照规定，小学特别是小学警察到校园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如果真的要，比如说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如果小朋友在学校拿了美工刀或者是萝卜刀，他伤了同学，是不是现行犯？这时候不能叫警察吗？可以但是你要通知家长来，然后现场了解状况以后再做处理。可是那一天这个学生家长也有事，他没有到校，甚至他的说法是说根本没有通知我，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小朋友已经被带到警察局，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不满，他要抗议，告诉了议员李忠，李忠告诉了市长，妈妈市长一听这还得了，很生气，就当下就判定这个教师不适任。前一天讲完，后来排山倒海而来的这些老师的抗议，那你要叫我们老师怎么样？被打被杀都不能叫警察吗？所以他才收回不适任，好好做调查。可是观众朋友，这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警方到学校去这个事情是老师打电话叫这个警察来的。那警政署居然也有后来去问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警政署有训练我们全中华民国的各机关。警察机关如果进到校园的时候，一定要非常低调，甚至不要着制服，以免引起其他学生的侧目。可是那一天是穿着制服开着警车去的，然后小朋友跟这个生辅长同时被带走去做笔录，所以家长才会这么生气。但话说回来，他们确实有冲突啦。家长讲的版本跟老师不太一样。家长讲说，那个老师把我小孩直接对折呢，对折，对，他说抓手跟脚，然后就用力这样子，我们小朋友也受伤他也有小朋友受伤了，所以这个事情扯不完。那今天回过头来就是说，这是小学，观众朋友往上走到国中、到高中，校园的冲突，老师跟学生之间其实很多，学生
跟老师冲突以后，警察进校园的，其实各个县市我想也应该都有。可因为它是个小学，所以状况就会比较特别。那卢秀燕市长已经把那个话收回去了。可是这也凸显出现在目前教养的困难，因为第一个你不能体罚，你更不可能打他。然后这种状况之下，之后小朋友也不服的时候，老师他是特例，这个老师也很生气，他也吞不下去，他叫了警察，所以才会引起这件事情的发生。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子。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家长都会带来小孩去跟老师道歉，也就不会演变成后续这个状况。李文章他是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哦，他说远警进入校园把小朋友带走的远警，他程序违法，所以2名远警记申诫。好，那卢秀燕向老师道歉，请教育局定出 SOP， 预防以后有类似的事情。家长在7月申请不当管教调查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时间点才爆出来，因为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3月。卢秀燕的脸书被灌爆，说你才是最坏的示范，因为卢秀燕说老师不识任嘛，可见这个群情激愤哦。那老师也沉痛发声说，我们长期在校园中处于劣势，随随便便管教一下小朋友，家长就来了哦，家长就骂你了，我们都不敢管，那我不要作为啦，我都不要管啊，这样是最好的啊，哎。这个案子啊，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面向啊，哈。第一个呢，我想，卢秀燕市长其实过去在处理很多重大的议题，其实他是非常的精准的。那这一次呢，他那天其实我看到他脱口而出说，这个老师是不适任教师。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一跳，但是我能理解，因为他是用一种做妈妈的心情，然后他就在议会听到说，有一个孩子这样子不适当的被对待，然后学校这样处理，警察这样处理，所以他一时急了。我觉得他是急了，不然以卢秀燕市长他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市政的熟悉度、政治的敏感度，其实我觉得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他是真的一时急了。但是我们来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那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校园里头的这样的事情，不管是老师对学生、学生对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学校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老师他跟这个学生有这么大的冲突，他有极大的不满，看起来，那所以他报了警了。那他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认错或者道歉，他不接受，那我们可能要再去细究为什么他不接受，是不是那个冲突造成他其实心里有极大的不平衡？总之他报了警了，可是警察要到学校来，不是他想进来，有人报警他就要进来。第一个是校方要同意，那显然就是今天也是校长觉得说，这件事我同意警察进来。那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点问题了，因为呢，你学校怎么没有在第一时间，这个辅导也好，学务也好，先来处理这件事情，把家长请来，那校长也要出面，赶快来看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很轻忽。那第二个就是说，警察进到校园来，对，今天有人报案，那但是我们进到校园来，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是内政部的警政署啊，它有一个叫做警察人员进入校园执法相关的机制哈，那它发给教育部啊，我们来看，在这个。有一个第3点的地方就写得很清楚，他就说遇到比较敏感的事项进入校园的时候，我们叫低调处理啊。那所谓的低调，它还有刮胡，就是便服以及这个侦防车啊。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是小学、国中、高中更甚。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地方处理非常多这种教育上的这摩擦跟冲突哦，国中也好，高中也好，少年队他常常要进到校园里面去，我没有看过穿制服的。说真的，我没有看过穿制服的，包括有时候毕业典礼也好，什么运动会也好，担心什么有一些寻仇啦、械斗啦，我们也看到几乎都是便服，即便有制服的警察站在校门口，他不会进去啊，所以我想这会引起一个比较大的轩然大波啦。所以再者。现在有很多种版本啦，但是我看刚刚讲可能也是一个版本。那我知道是说，今天这个老师他报了警后，警察进来，那警察说有人报警，我不能变吃案啊，我必须要把人带走。那当时听说是学校有打电话给家长，家长说哦好，那我们警察局见，有这么一个版本。但这个版本还是凸显出警察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是听学校跟你讲说，家长这么说，可是今天你要把人带走，就是监护人要同意，就是爸妈要陪同，但你没有做到哦。所以我想这几点是可以让我们看以后校园这样的事情 SOP 怎么定。可是我必须要讲，这种事情很难定 SOP 啊，非常难定，因为样态太多了。那我必须要讲一点，这一次
为什么会整个教师团体炸锅？包括因为我在桃园，我同时还担任了家长会长协会的理事长，所以昨天有很多的老师，甚至有很多的家长，其实纷纷哦，昨天我觉得我的 LINE 我的群组，其实大家跟我反映了很多的说法，当然也有人很担心，就卢秀燕市长因此而受伤，也有哦。那为什么压力会炸锅？我也必须要讲，现在的老师在学校里面真的很弱势，真的很弱势。我们不要说惩戒权这种事啦，早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啦。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辅导孩子，怎么管教孩子？那老师在学校里面被打、被骂，甚至于我觉得被这个欺凌的哦，不管来自于学生，或者来自于部分的家长，来自于少数的校长，其实是有的。他们有的是有口难言。我曾经就有碰到一个案子是。校长跟老师说是吵架，但事实上把老师骂到在学校昏倒，救护车进学校把老师带走，带去治疗，这样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私立国中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比顶大还难进去，那录取率不到2成，因为2个点，第一个升学率好，但第二个是重点，他们觉得学校的管理。他们学校管理跟安全，所以家长还是愿意孩子有被管理的，然后适当的辅导的。可是现在学校的状况，借由这个案子，除了 SOP， 我们必须要大概去定一下，因为样太多了。但我们应该要回头去思考，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难为，校长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去考校长了，而我们的老师处于这么弱势，所以这才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要去讨论整个教育的现象。好，这一题应该可以讲1个小时，不过因为我们时间到，我们先进一下广告。这一桩校园的老师跟学生的冲突哦，引发了相当多的讨论哦。那事件是发生在今年的3月，台中哦某国小的体育老师哦，这个老师是体育老师哦，跟一名小6的男生发生了冲突，学生就持乐乐球棒攻击哦，是这个，我们刚刚有拿给大家看，乐乐球棒打了会痛哦，会痛，虽然它是软的，表面是软的。好，那这个事后小朋友有道歉，可是老师隔天依旧报警。隔天哦，远警也进入了校园，带走学生做笔录。哦，对此，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昨天在议会被问到这一题啊，她第一时间脱口说这名教师不适任，引起教师界一片哗然。卢秀燕的脸书也遭到灌爆，还有教师留言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了。我们老师长期在校园中处于劣势，甚至有老师被霸凌。”哦，所以网络上看起来是一面倒哦，在骂卢秀燕说：“你道歉哦，不代表知错，就说这个小6生跟老师道歉，可是不代表这个小朋友已经知道错了呀。”哦，以后谁还敢当老师？其实卢秀燕市长她的做法到底对还错，可能一半一半吧。哦，第一时间，他这样说，那当然是他这个妈妈市长的角色嘛。刚刚委员都讲得很清楚了哦。那你看到石民警哦，他说这个老师不应该被究责，就是你不能，卢秀燕对了一半是警察的作为完全违法，另外一半是老师不应该被究责。我看现场来宾大家都有话要说，来 ，Vincent， 我讲一下，我觉得这一题也很难啊。说实来，我觉得没有人会希望遇到这个状况了。那尤其其实我想卢市长他也希望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来，那他也尽量在平衡哦，包括这个学生，包括老师的一些相关权益。那显然在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反弹哦。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因为我家人家里面有老师啦啊，国中教书，在国中教书的，那确实大家会觉得现在教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是学生他的一些自主性，或者是管教的一些状况等等，所以确实有他的一些复杂跟困难性在。那所以老师遇到了这个小6生的一些相关的瓶颈，他后来也请求了说，希望警方可以来协助处理嘛，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现在问题是警察他到底有没有照标准的这个作业程序去进行相关的一些动作。那当然，我觉得学校我们不会有任何人认为小6生是不可教化，我觉得不会有这样认为了。所以是不是警察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可以处理得更好啊？可以处理得更降低这个对于其他学生也好，对于整体学校也好的一些相关冲击？对于当事人是不是他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去达到同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要检讨。但是我觉得任何的政治人物遇到这个问题，可能都会觉得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难处理的一个课题啦。
这一桩师生冲突案哦，有一些家长也是看得蛮心痛的，因为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有说，当他们赶到警察局去的时候，看到一幕，孩子在派出所里面紧张到指头抠出血，因为他太紧张了。派出所爸爸妈妈还没有来，警察把我带去警察局。我们小时候可能都被威胁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不乖，叫警察叔叔把你抓走。小时候被威胁的那个东西变成现实，所以这小朋友也很辛苦啦哦，真的很困难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柯文哲案哦，现在周刊爆料说，哦，柯文哲虽然人在被羁押，可是他有花3500元买了一个小电视，可以排解无趣，又可以掌握案情，这真的还假的啊？先请教我不晓得周刊记者是不会 Google 吗？你只要去上台北看守所，它的收容人的一些规范，清清楚楚的要点就写到，收容人呢持有小型电视、收音机的规定是禁止接见通信的收容人士禁止持有。使用小型电视机、收音机或小型的语言学习机，这些都不行。所以这个规范呢 ，Google 就有。所以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讯息，说柯文哲可以买到这个小电视。因为从北所的规范，不管你是这个受刑人，或者是你只是在羁押在里头的被告，都统称为收容人。也就是说，只要是收容人在北所里头，你就是不能够持有这样子的通讯物品，因为它等于是通讯传播的一环嘛。更何况这个过去的这几个月以来，柯文哲主席他在这个里头被羁押，在外头的案情呢，其实是风风火火的，每天的在报道。那如果说是明确的违反了这个北所的相关规范，那到底是谁受益违反的？他怎么违反的？如果 SOP 清清楚楚写在这个地方的话，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今天想要讲的是，第一个规范上是不行的。好，那如果说《镜周刊》它是乱写的，那今天其实我看到好像北所也没有出来澄清，所以北所也必要为自己的这个声誉跟信誉出来做一个捍卫。第二个，如果不是的话呢，现在《镜周刊》真的是目无法纪耶，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哦，里面什么红袍道长什么东西样样来，现在已经不是新山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非常败坏的问题。记者报道不求证、不查证，然后呢断章取义，想报什么就报什么，把人家的名誉毁损了也无所谓。过去我们不是看到了周玉蔻事件嘛，造成了多少的侵害？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严正面对。是周刊的爆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今天早上我看到，我也觉得。真的吗？他可以看电视，那他可以看新闻，那这样不是可以空中串证吗？哦，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议题哦，待会请这个暐瀚一起讲哦，就所谓的2年条款。周瑜修上广播节目的时候脱口而说，这个2年条款回去会再讨论。那外界就解读说，有可能哦，2年条款会松动哦，就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做满2年，然后后面本来有8名是要递补上去做后面2年，这件事情有可能动摇了吗？哦，当然这还是说不会了，不会。那我跟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在录影之前，我在跟志涵谈这个话题，收押禁见还看报纸、看电视，那你就没有意义了啊！就看新闻就知道他可能访问家人、访问当事人，对不对？但是后来才发现说，这个规定是原本的规定。8年前曾经有监察委员去这个提起的这个质疑，认为这样子侵害了他的人权。所以后来大法官有做解释以后，从8年前开始，只要法官没有特别限定你不能看哪一台的话，3500块的掌上型电视机，连收押禁见的人都能买。所以他到底有没有买？我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就是现行的规定就是收押禁见者原则上不可以看电视、看报纸啊。但是8年前开始以后，变得是可以了。好，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有问题，就是说，这可以看的10个电视台当中，这个老3台华视跟这个华视、台视、中视、民视跟公视嘛，好像没有转播棒球啦。棒球这一次是未来电视台、东森、爱尔达、新闻片段会有啊。所以你说看棒球赛看得很开心，这我就觉得好，所以这个我就不讨论这个周刊的内容了哈，对，我就不去讲那一部分。但是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对，但所以如果说收押禁见者现在确实都能看电视的话，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应该要讨论。第二个，有关于这个2年条款这个事情，其实在过去，包含柯文哲主席还有这个周瑜修秘书长，我都访问过。那当一个政治评论员，我是认为好处跟坏处是同时存在的。好处就是言出必行嘛，说到做到；坏处就是2年以后，民众党会出现8位就是全新的立委，而且这8位立委现在目前排在后面的立委，的这个不分区的这个提名人都没有当过立委，所以他可能对这个立法院会就是不熟啦。对，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看得到嘛，这个《镜周刊》不断的爆料3500块这个事情，
我认为应该是他应该有所本吧，他不会自己去猜吧？但是北警北所给的、啊，北所要出来讲啊，对不对？他这个资料怎么来？那就这里面来讲，他要凸显一个重点，就是他完全掌握状况，他可以隔空传证，他要传递的是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北所应该有对这样的责任要出来